哈利的主人一家都被歹徒杀了，但是他却躲了起来。在母亲的激励下，他决定为死去的主人报仇。经过夜以继日的奔波侦查，哈利终于弄清楚了那家伙的情况。他是个小饭店的厨子，哈利有心同他拼命，可那家伙膘肥体壮，自己根本就不是对手。怎样才能要了他的命呢？还得找母亲拿主意。回到牧场，家中已是深夜。哈利惊讶地发现，瘦骨嶙峋的母亲眼珠血红，嘴角流着盐液，身上有多处伤痕。母亲一见他就说：“你再不来，我就要离开了。”咱娘俩可能再也见不到了。原来几天前，一条流浪的疯狗袭击羊群，母亲奋不顾身地与它搏斗。要是再过去，制服一条疯狗对母亲来说实在是小儿科。可这次，因为他绝食，身体虚弱，虽然最终咬死了疯狗，但自己也被咬伤，感染了狂犬病毒。母亲意识到自身的狂犬病开始发作后，准备悄悄离家出走，去僻静的草原深处等死，免得发病后伤害了主人一家。哈利听了放声痛哭，哭了很久，说：“妈妈，你干脆咬我一口吧，让我也患上狂犬病，我再去咬那个混蛋，让他也染上狂犬病死掉。”母亲强忍着病痛的折磨，说：“不行，人类已经有狂犬疫苗了，那个凶手就算被你咬，只要他及时注射疫苗就能痊愈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逍遥法外？”母亲要儿子将歹徒的活动规律详细告诉他，最后果断地说道：“只有我亲自出手了。”说罢，他和儿子凌晨4点多，哈利和母亲埋伏在那男人家门口的台阶下。病痛的蹂躏加上绝食多日和长途奔跑，母亲头晕目眩，几乎不知。她说：“不行，我得马上吃点东西，否则别说和那混蛋搏斗，我连跳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了。”可是黑灯瞎火的，上哪去找食物？哈利匆匆忙忙搜寻了一圈，失望地回来。眼看就要到5点了，那男人屋里的灯亮了。哈利急了，他扑通地给母亲跪下，淌着热泪说：“妈妈，事到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了，你把我吃了吧，吃了我才会长力气，然后把那混蛋给杀了，为我的主人和我报仇。”说完，哈利没有半点迟疑，洗刷耻辱的刚毅决心使他毅然决然地一口咬断了自己的舌头。哈利的母亲强忍悲痛，一口一口吞吃了自己儿子的肉体，然后他伏在台阶下，紧闭双目，养精蓄锐，用尖利的牙齿咀嚼着刻骨的仇恨。早上5点整，那个男人哼着小曲刚走出家门，一条巨大的黑影如箭一般腾空飞来，用一口獠牙准确利索地咬住了他的脖子，就再也没松口。一个厨子被一条疯狗咬死了，但谁也弄不清楚这条疯狗哪来那么大的仇恨。母子俩终于报了仇。好啦，这个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啦。如果你喜欢艾米的视频，就给我个关注吧，爱你们，么么。第二天早上，妈妈喊可凡起床上学，可是可凡根本叫不起。妈妈用手一摸，哎呀，这孩子头怎么这么烫？赶紧带可凡去医院检查。这一检查可不得了，妹妹不仅发烧，还喉咙发炎。这个时候，关心妹妹的刘星也来到了医院。可是妹妹一看到自己，立马跟妈妈说：“妈妈，你不要怪姐姐，她也不是故意逼我吃辣条的，我什么都不懂，姐姐让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”担心自己女儿的妈妈生气极了，转过身质问刘星：“妹妹还这么小，医生早就说过不可以给妹妹吃辛辣的东西，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吗？”刘星还能说什么呢？自己有100张嘴也说不清了，只能一边哭着对妈妈说不是自己做的。可是妈妈根本不听，带着可凡回到家，然后把刘星关在了房间，让他面壁思过。妹妹看到妈妈不管姐姐了，心里非常开心。第二天一早，姐妹2个一起去上学，结果妹妹一到校门口就逼着刘星把今天的饭钱交出来。刘星无奈之下只能给他，
到了中午，同学们都去食堂吃饭，只有刘星坐在教室。闺蜜看刘星脸色发白，一问之下才知道妹妹拿走了刘星1天的饭钱，生气地说：“你这妹妹这也太狠了，她这是要饿死你啊！”说着拿出自己的饭，对刘星说：“我每次都吃不完，我们一起吃吧。”而另一边，妹妹可凡却拿着今天的钱请同学吃可乐鸡翅，买了很多饮料。被妹妹压榨的刘星应该怎么办？更多精彩，关注阿米，请看下集哟。Hello， 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阿米，关注阿米，一起玩游戏吧。后爸知道了琪琪突然变得有钱的真相，于是趁着舅舅进部队的空档，把妈妈和自己的好朋友二狗子绑架了，还想让琪琪交出所有财富，并且在妈妈和二狗子之间选择一个。听话老实又有点胆小的琪琪会怎么选择呢？不知道小伙伴们还记不记得琪琪吃书变学霸的事？那天下午，琪琪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可是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念头。既然吃数学书成为了学霸，那么现在这种情况是武侠书呢？没想到琪琪还真的去试了一下。后爸说给1个小时时间让琪琪考虑。琪琪突然很有底气地说：“不用考虑啊，考虑你的头啊！”后爸一听，本想给琪琪一巴掌的，结果琪琪就轻轻的一推，后爸就被自己的手甩出几米远。这下跟后爸一起的那些小混混一拥而上，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却被打得落花流水。他们一看不是琪琪的对手，立马吓得往后退。琪琪很快就把妈妈和二狗子救了出来。经过这件事后啊，琪琪发现自己的妈妈突然变得苍老许多，觉得不对劲，于是再次来到了小屋，结果发现了自己超能力的秘密。每当自己获得一项超能力，自己身边最亲的人会苍老10岁。截止到目前为止，琪琪已经使用了2次超能力了，唯一补救的办法就是1个字：善。这时琪琪好像明白了什么，他决定多做好事，挽救妈妈的寿命。说来真的惭愧，自己有了钱以后，并没有想着去回报社会，如今是时候做一些善事了。他给学校捐钱，新建了一所学校；给乞丐捐钱，让他们不再挨饿受冻；给贫困家庭带去温暖，让他们过得更舒服。好啦，这集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阿米的视频，就可以点个关注呗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刘星把狗狗带回家以后，就不怕被马仔欺负了。下午一下课，刘星就回家了。刚回家没多久，就听见家里面特别热闹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他打开门进去，就听见爸爸和妈妈说：“真的是太好了，我们结婚7年，一直没有怀上孩子，才把刘星带回家几个月，就有了自己的孩子，这可多亏了刘星啊！”他们看到刘星进来了，就把刘星拉到一边，对刘星说：“妈妈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很快就要当姐姐了。”刘星非常高兴，因为爸爸妈妈终于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可是又不免有些担心，因为如果爸爸妈妈有了自己的孩子，会不会就不那么喜欢自己了？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担忧表现出来，因为爸爸要出去做生意，一般很少回家。妈妈怀孕后，刘星主动分担家里的一些家务，但是有一天下午，刘星放学回家，他在路上走，马仔就在后面追，因为他答应给马仔作业抄，后面又反悔了，导致他交不上作业，老师就打电话给他的家长。马仔非常生气，急匆匆的想去找刘星家长告状，可是正要赶上刘星的时候，却看到家里的一只小狗跑出来了。谁能想到天不怕地不怕的马仔居然怕狗，都不记得自己是来干什么的，撒腿就跑。